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覺得50萬多嗎？注意哈，我說的是現金，不是你的資產。50萬大概可以買輛奔馳，付個房子的首付，夠了吧？當然哈，也有可能是有錢人的一頓晚餐。如果這樣看的話，也不算多，对吧？那麼如果你按捆來說的話，1萬塊錢一捆，往上摞的話，估計也得這麼高了吧？我不誇張的講哈，50萬对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夠他10年的花銷和開銷了。據不完全數據統計哈，我國近5億的家庭手裡面有50萬存款的人也只有500萬個，佔總比例的1%。也就是說，你現在手裡只要有50萬的現金，你就能夠算得上萬里挑一的人了。那麼為什麼我剛開始說50萬的時候，你的潛意識告訴你非常的少？因為大家現在被洗腦洗得太嚴重了，對錢根本就沒有概念。我前幾天然後回了一趟老家，幾個朋友和幾個不太熟悉的同學，然後坐一個桌上去吃飯嘛。幾杯酒下肚之後，我就听到了各种的吹牛逼，什麼月入5000、月入1萬，那都不是人幹的活兒，一年最少得賺個300-500萬才算得上錢。然後呢，就開始各種的抱怨，要是前幾年我能夠踩上了那個誰踩的風口，我不得賺他個700-800萬，比那個誰都要強上100倍。明明自己一個月3000塊錢的工資，卻敢這樣的大放厥詞，難道不是這個世界的可悲嗎？這就是典型的對錢沒有概念的人啊！我可以明確的告訴大家哈，月入1萬，我感覺已經打敗了全國90%的人了。不要整天活在這個互聯網虛擬的社會上，什麼奔馳E300，狗都不開，你要不開你給我，狗不開我開。當然哈，我是從頭到尾都沒怎麼講話的，因為我感覺他和我不同頻，我就坐那兒聽。那過了一會兒呢，我感覺大家酒都喝完了，都沒有盡興了，我就下了樓，從我自己的後備箱裡面拿了一瓶。當時我還在猶豫哈，因為當時後備箱有4瓶，2瓶茅台，還有2瓶300-400塊錢的。我感覺300-400塊錢的酒拿來喝應該也可以了吧？那沒想到的是，我剛拿上去就開始被吐槽呀！你開着180萬的車，我還以為你能拿得上來一瓶茅台呢。當然我沒搭理他，我就放那。就是在我自己看來哈，又不是什麼大富大貴的家庭，平頭老百姓。我也不是說瞧不起誰，茅台它最大的作用，在我看來就是辦事兒，它才能夠發揮它最大的能力來為我所用。用来喝，我感觉对于我們來說是大材小用。有茅台的人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夠喝茅台的人又有幾個呢？我感覺哈，一個沒有錢的人還天天想着住豪宅喝茅台，這才是最大的痛苦。當你的慾望大於你的能力的時候，你能做的就只能認清這個現實，減少自己的焦慮。然後呢，我就回家嘛，回家的路上在車上我就想哈，真正讓人貧窮的到底是賺錢賺得少，還是思維方式呢？古話說得好啊，小財靠勤奮，大財靠命運，中財呢是靠積累的。不是每個人都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命運，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遇到10幾年才能遇到一次的風口和紅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行業當中憑借着努力和勤奮賺到一點小錢，並且呢持續積累，最終完成自己財富積累的總目標。但是你光會賺錢不會花錢也是白扯的呀。資本論當中說過一句話啊，一切的商品都是勞動時間的凝結。也就是說，其實金錢的本質它不是數字，而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就是說，我們每個人在每一筆的消費過程中都是用自己的生命拿來做交換的。你比方說啊，我們花了3000塊錢去買了一瓶茅台，假設我們1個小時能賺30塊錢，那是不是相當於花了我們100個小時的生命去換取了一瓶茅台？你怎麼想它都不划算呀，对吧？所以既然我們都是普通人，那就應該學會要接受普通人應該面對的現實，降低自己的慾望，學會少花錢多存錢，不然自己會過得非常的痛苦。就像現在你看存款的利率是一降再降，銀行都這麼明確的告訴你了，難道你還看不明白嗎？明顯的就是降低利率告訴你這個錢不值錢了，讓你趕緊拿出去花掉。越是這樣，你就應該越存錢。而且我發現現在有很多的人都在說利率那麼低，還不如拿錢去做投資。你這話聽得耳熟不耳熟啊？像不像當年那些忽悠人買 P2P 的那些套路啊？其實這個信號已經非常明確了，就是以前求着你存錢，給你米給你面給你油，現在說白了就是會影響你辦貸款。
說白了，就是現在市场賺錢的難度升級，就連專業的机構都需要非常的謹慎。所以说，普通人你更应該捂好你自己兜里的钱袋子。身邊有很多人炒股賠了几十万的，对吧？你身邊肯定也有，那都是送了几年的外賣攒的血汗錢了。那相对于比較坚定的那些阿姨们，坚持自己存款3年，存了几年的定期，虽然利息是非常少的，但是他需要的时候能够拿得出来。首先你的本金起碼還是在的呀，比你賺更多更重要的是你得把錢留下，家中有糧，心裡不慌。而且呢，失業可能對大部分人來說就是隨時都可能到來，無法預判。有存款的人就可以从容的去找到下一家。如果你沒有錢，你又賺不到什麼大錢，那麼你一定要記住哈，存錢不是為了讓你發財，而是為生活留了一條安全繩。那麼普通人能夠實現財富自由，從來不是靠的冒險，而是細水長流的堅定。在這個堅持的過程中，能夠遇到這個機會，遇到了再抓住機會，你可能就翻身了。如果你問我當下普通人的機會在哪裡啊，我感覺除了互聯網和自媒體這2條賽道之外，其他的我真想不到任何的機會了。